你以为黄仁勋去台湾是喝养乐多、逛夜市，那你看到的只是他精心设计给全世界看的第一层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彻底搞懂这次访台背后牵动的千亿美元产业链博弈，明白 AI 根本不是你手机里的 ChatGPT， 而是一场关于电力、土地、芯片和全球权力的重工业战争，更能看清台湾在 AI 时代真正的位置，以及那些被所有新闻都漏掉的隐藏风险。如果你只看了那些娱乐化的报道，你不仅会错过 AI 产业最关键的转折点，还会对未来的科技趋势产生完全错误的判断。现在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黄仁勋这次是来做公关的，还是来打仗的？把你的判断和理由直接写在评论区，我会挑最有争议的观点跟你逐条拆解。你随便打开任何一条关于这次行程的新闻，看到的都是差不多的画面。黄仁勋穿着标志性的黑色皮夹克，手里拿着一瓶养乐多，在台北的夜市里被粉丝围得水泄不通。他笑着跟大家打招呼，给粉丝签名，甚至还停下来买了路边的小吃。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像一个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回乡探亲，亲切又接地气。但你知道吗？他这次提前了整整1周到台湾，根本不是为了参加那个早就定好的台北国际电脑展。一个掌管着5万亿美元市值公司的 CEO， 每天的日程都是按分钟计算的，他不可能抽出整整1周的时间，只是为了在夜市吃几碗小吃。这背后一定有比公关更重要、更紧急的事情。更奇怪的是，就在黄仁勋的飞机刚刚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的同一天， AMD 的 CEO 苏姿丰突然宣布，将在未来几年向台湾投资100亿美元。这个时间点巧合的让人无法忽视，两个全球 AI 芯片领域最有权势的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台湾，而且一出手就是100亿美元级别的动作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，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贴身肉搏。很多人可能还没意识到， AI 产业的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了。以前大家觉得 AI 是硅谷的事情，是那些写代码的工程师在实验室里搞出来的魔法。但现在 AI 的主战场已经从硅谷的办公室转移到了台湾的工厂里。谁能控制这里的供应链，谁就能控制整个 AI 时代的算力霸权。黄仁勋这次来，本质上就是来进行一场 AI 时代的供应链大点兵。他要确认3件事：第一，台积电的先进封装产能不能跟上英伟达的需求；第二， H200等高端芯片的出口能不能完全符合美国的监管要求；第三，基于 Rubin 平台的新一代 AI 基础设施能不能在台湾快速落地量产。这3件事每一件都关系到英伟达未来3年的生死。先来说说 AMD 的100亿美元投资，很多人觉得这只是 AMD 正常的产能扩张，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投资的方向，就会发现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。苏姿丰把这100亿美元几乎全部砸在了先进封装和 AI 服务器相关的领域，而这恰恰是英伟达现在最薄弱的地方。你可能会觉得英伟达的 GPU 技术天下第一， AMD 根本不是对手。但问题来了，现在的英伟达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卖芯片的公司了，它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商业模式转型，从卖单一的 GPU 芯片变成卖整座 AI 工厂。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。以前英伟达就像是一个卖发动机的公司，你买一个发动机回去自己组装成汽车就能开，但现在它不单独卖发动机了，它直接卖给你整辆汽车，而且连加油站、维修站、驾驶员培训都一起打包卖给你。你不仅要花更多的钱，而且从买车到用车的整个过程都得完全听它的。现在的英伟达就是这样，你想买它的 H200芯片可以，但你必须同时买它配套的交换机、液冷系统、机柜，甚至连数据中心的布线方案、供电方案都得用它指定的。它卖给你的不是一个芯片，而是一整套可以直接运行的 AI 计算单元。说白了，就是你把钱给他，他直接给你建好一个能干活的 AI 工厂。这个商业模式听起来很厉害，对吧？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对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以前卖芯片，只要台积电把芯片生产出来就行，现在卖 AI 工厂需要协调几百家供应商，从最基础的 PCB 板、电源模块到复杂的液冷管路、机柜组装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，整个交付都会延期。而 AMD 恰恰就是抓住了这个弱点。苏姿丰很清楚，在 GPU 性能上 ，AMD 短时间内很难追上英伟达。
但如果 AMD 能打造一个更开放、更灵活的供应链体系，让客户可以用更低的成本、更快的速度搭建自己的 AI 基础设施，那就能从英伟达手里抢走大量的市场份额。这就是为什么苏姿丰要砸100亿美元在台湾，他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属于 AMD 的完整 AI 供应链生态，跟英伟达正面抗衡。而黄仁勋提前1周来台湾，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稳住自己的供应链，防止被 AMD 挖墙脚。他一家一家的拜访供应商，跟台积电的刘德音谈先进封装的产能，跟台达电谈电源模块的供应，跟广达、伟影谈 AI 服务器的组装。他就像一个将军，在战争打响之前，亲自到前线视察每一个阵地，确认每一个士兵都准备好了。但这还不是这次行程最核心的部分，真正的重头戏是一个几乎被所有主流媒体都一笔带过的事件。Supermicro 涉嫌将 AI 服务器走私到中国大陆的案子。这个案子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走私案，但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悬在整个 AI 供应链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，以前大家做供应链，第一考虑的是成本，第二是效率，第三是质量。但现在第一优先级已经变成了合规，只要你在合规上出了一点问题，不管你的产品有多好，价格有多低，都会被直接踢出整个游戏。Supermicro 是全球最大的 AI 服务器厂商之一，也是英伟达最重要的合作伙伴。它生产的服务器里装的几乎都是英伟达的高端 GPU。这次被爆出涉嫌走私的，就是搭载了英伟达 H100和 H200芯片的高端 AI 服务器。按照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，这些高端芯片是绝对不能卖给中国大陆的。但问题是，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 AI 市场之一，对高端算力的需求大到难以想象。一边是美国政府的严格监管，一边是巨大的市场诱惑，中间就滋生出了一个庞大的灰色市场。很多公司会通过各种迂回的方式，把高端 AI 服务器运到中国大陆，比如先运到东南亚，再转口到大陆，或者把服务器拆成零件，分批运进去之后再组装。以前美国政府对这些灰色地带的监管相对宽松，大家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，美国政府正在把 AI 硬件当成战略物资来管控，打击灰色市场的力度越来越大。这次 Supermicro 的案子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，以后任何涉及高端 AI 芯片的交易都会被严格审查，只要有一点违规，就会面临毁灭性的打击。你先记住这个点，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。黄仁勋这次来台湾，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跟供应商讨论合规的问题。他要求所有的合作伙伴必须建立最严格的合规体系，确保每一片芯片、每一台服务器的流向都能被全程追踪。说白了，英伟达现在最怕的就是自己的芯片通过灰色市场流到中国大陆。一旦被美国政府抓住把柄，英伟达不仅会面临巨额的罚款，甚至可能会被禁止向任何国家出口芯片。那对于英伟达来说，就是灭顶之灾。这就是黄仁勋作为一个全球 AI 生态风险管理者的角色，他不仅要跟 AMD 打仗，还要跟美国政府的监管打交道，还要平衡全球各个市场的利益。他就像走在悬崖边上，一步都不能走错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看待黄仁勋的这次台湾行了，那就顺手点个赞，说明你已经抓到了这件事情最核心的本质。很多人只看到了表面的热闹，却没看到背后这些决定整个产业走向的暗流。现在我要跟你说一个反直觉的观点，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 AI 的认知。你以为 AI 是飘在云端的魔法，是大模型，是算法，是 ChatGPT？ 错了， AI 本质上是一个高耗能的重工业。真正决定 AI 未来的根本不是写代码的工程师，而是工厂里拧螺丝的工人，是发电站里的工人，是那些在机房里维护服务器的工程师。你有没有算过，一个大型 AI 数据中心一年要消耗多少电？我告诉你，一个标准的10万卡 GPU 集群，一年消耗的电量相当于一个3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的全年居民用电量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翻倍的速度增长。除了电 ，AI 还需要大量的水来冷却服务器。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每天要消耗几千吨甚至上万吨的水，还有土地。一个数据中心要占几十亩甚至上百亩的土地，还有人才，需要大量懂硬件、懂散热、懂电力的工程师。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台湾现在最缺的。台湾现在已经面临严重的缺电问题，每年夏天都会拉闸限电，水资源也非常紧张，经常会发生干旱，土地更是稀缺。
适合建数据中心和工厂的土地已经越来越少了，还有人才。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已经抢光了当地几乎所有的理工科毕业生，现在连工厂的工人都招不到了。以前台湾作为全球电子产业的代工基地，虽然也缺这些资源，但需求还没有这么夸张。但现在 AI 产业的爆发式增长，把这些矛盾一下子全部放大了。台湾的供应链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。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例子，现在台湾的 AI 服务器组装厂已经开始实行3班到24小时不停工的制度，但产能还是跟不上需求。很多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，供应商的报价每个月都在涨，而且还不一定能拿到货。更麻烦的是，这种压力还在不断向上游传导，从服务器组装厂到电源模块厂，到散热片厂，再到 PCB 板厂，整个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满负荷运转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瓶颈，都会导致整个交付周期延长。很多人说，台湾拿到了 AI 时代的船票，未来会越来越繁荣，但我更倾向于认为，台湾不是拿到了船票，而是被推到了风暴的最中心。它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，但同时也承担了前所未有的风险。你想想，现在全球几乎所有的高端 AI 芯片都是台积电生产的，全球超过80%的 AI 服务器都是在台湾组装的。这意味着台湾已经变成了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心脏。只要这个心脏出一点问题，整个全球的 AI 产业都会停摆。这也让台湾变成了地缘政治的风暴眼。全世界所有的大国都在盯着这里。美国要确保这里的供应链不会流向它的竞争对手，其他国家要确保自己能拿到足够的算力。台湾夹在中间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牵动全球 AI 产业的神经，而且这种地位也给台湾带来了巨大的代价。缺电、缺水、缺地、缺人，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，当地的房价会越来越高，生活成本会越来越贵，普通人的生活压力会越来越大。这些都是 AI 繁荣背后看不见的成本。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黄仁勋的这次台湾行，你就会明白，他扮演的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明星 CEO， 他同时是3个角色。第一个是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掌门人，要对股东负责，要保证英伟达的业绩增长。第二个是全球 AI 供应链的总指挥，要协调几百家供应商，保证整个生态的正常运转。第三个是地缘政治夹缝里的谈判者，要在各个大国之间周旋，平衡各方的利益。他拿着养乐多逛夜市的亲民形象，只是他对外展示的一面。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他在跟各个供应商的老板开会，在跟台湾的官员谈判，在跟美国的监管部门沟通。他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句话都在影响着1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向，影响着全球 AI 产业的未来走向。很多人觉得黄仁勋这次来台湾是来给台湾送机会的，但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，他是来跟台湾一起承担风险的。英伟达的未来已经和台湾地区的未来紧紧地绑在了一起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AI 产业的战争才刚刚开始，英伟达和 AMD 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，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会越来越快，地缘政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。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最终会走向何方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台湾已经不再是那个躲在幕后的代工工厂了，它已经走到了舞台的中央，成为了这场全球 AI 权力游戏中最重要的玩家之一。如果你想持续看懂 AI 产业背后的权力博弈和商业逻辑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后面我会继续拆解英伟达和 AMD 的下一场战争，以及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的那些看不见的变化。这些变化不仅会影响科技行业的走向，也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。最后跟大家说一句，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者专业指导。不管是科技行业的判断还是商业决策，都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理性思考。有任何专业问题，一定要咨询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。